太阳和上升水瓶座11月下旬冥王星终于重回你们的星座了，所以在11月份会有重要的事情是在进行必要的一些步骤流程当中。有的水瓶呢面临事件或者是任务项目的一些末尾的环节，有的呢则是一些新的交接转折和变化，就是一头一尾，可能会有这种接活啦、接洽洽谈交易也可能跟各类的这种文字文书、合约、合同、契约、订单、客单、承诺、行政等等多少会有些关联需要水瓶座很有耐心，反复的跟人沟通确认对接以达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目的和利益。那好消息是11月水瓶座做事呢都不需要只靠自己，你不会只是自己一个人干的，会有别人一起参与当中，或者说水瓶可以找到人共同完成很多事，贵人运、同僚朋友运很旺，所以11月水瓶事业生活的一个顺利与否跟人有关，工作当中不应该盯事而应该盯人，如果有人找事你就找人。有的水瓶呢也会有机会跟某些专业人士去商讨从而得出更有利的一些方案意见。还有的水瓶呢会被强而有力的对手去激起胜负心，觉得说自己不能够被比下去，所以这样的一些心态刺激呢会让水瓶事业读书想不上进都很难。这也意味着水瓶本月做事容易事半功倍，效率是非常高的，容易同时按步的去推进处理好几个任务，并且推进的都不错，不拖沓，读书进步也会很大，哪怕有人际竞争也会给你们带来一种正向的刺激。那在11月中下旬12日金星换座之后呢，一些事情会逐步的有所落定，或者是事件的某一个部分会告一段落，使得水瓶的精神呢可以有所放松。之所以不是说彻底放松，是因为中下旬水瓶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忙要顾的，可能因为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还在进展推进当中，又或者水瓶自己又兴起了什么新的计划、新的想法、有新的任务等等。总之呢，心思不得闲，需要考虑、需要做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但是某一些事情的一些关键部分，在此时看起来是能够去尘埃落定的，所以呢，水瓶也相当于是松了一口气。还有部分的水瓶呢，会在11月中下旬调理自己的身心健康，疗愈自我，以及暗地里去研究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逐渐的去追求内外的某种平衡。那11月下旬呢，还有一个水逆的影响不容忽视水星是在11月26日正式逆行的，但是中旬就会有影响力显现了。那对水瓶来说就要注意一下人际口舌和纷扰，除了吵架之外呢，要注意一下外界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对于他人的一些事情的干预甚至是阻挠。如果遇到呢，尽量不要冲撞避开直接的矛盾，寻求大家比较一致的目标，对于水瓶会更有利。如果这个时候别人不听你的，你也不要强求，因为这个是别人自己的事情，也不要过多干预。另外呢，金星12日进入到水瓶星盘的福报宫位，冥王星20日重回你们的星座这都非常好，会让水瓶的业力减少，福报变多。你们之前背负的一些业力可能会以一种很巧妙的、很意外的被你们不易察觉的一些方式化解掉，比如说一些损失在这个时候终止了，麻烦化解了，或者是意外的一些好事发生了等等。而且呢，它的一些化解方式它一定是比较不同寻常的，甚至水瓶都未必意识到自己此时的业力在某种看不见的一些助力下正在发生悄悄的一个改变，就有人救你，但是呢你不知道。甚至有的水瓶在这个当下呢，可能还会觉得说自己可能错过一些机会或者是陷在一种固执里面，可是等着后面慢慢一些事情进展，走到明年的1月到3月份，水瓶就有点明白了原来没有让我做成那个事情其实是好的，如果我继续去做的话，可能错的更多，损失更多，或者是曾经自己很执念的一些目标啦、规划啦，发现其实没有必要折腾这么一遭。要到那个时候，水瓶差不多能够理解今年下半年包括接下来2月发生的一些事情，它的一些真相是什么。哪怕我现在已经跟你们讲了，大部分的水瓶还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因为今年阶段性的冥王星还是在摩羯座，对于水瓶来说呢，难免会被业力牵引去做一些错误的选择和决定，就你会有很强烈的一个驱力，就是要做某一些事情，谁都拦不住。但是呢，接下来会有好的一个走向，因为冥王星不会再回摩羯座了，接下来的10几年都会停留在水瓶座，这意味着之前水瓶是自以为很清醒，但是呢，这个当中其实是有一些自己的固执和执念的，所以到头来会发现没有办法跟命运这个东西去抗衡。那接下来呢，是能够做到一种真正的清醒，做的决策呢会更加的正确，更加的理性，因为上天会让你们看得更清楚，看清楚全貌。之前是蒙住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看似看清，实际没看清。那这里也提醒一点，水瓶11月不要跟一些标准政策硬件条件去硬杠。刚说了，水瓶11月的成果达成率很高，但是有个前提的，就是硬件要匹配或者是符合。如果硬件不过关、不合规，那也容易被刷下来，或者说你去跟别人去 argue 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不理会你，是因为这个当中其实有一些硬件标准。那对于事业来说呢，在自己的一些硬件提升之前，不必做什么其他额外的努力。那人际和爱情方面，有伴侣的水瓶11月呢，现实目标任务是比较重的，这不是一个谈情说爱的月份，而是在共同的目标利益下，大家求同存异，彼此分工合作配合，去推进关系或者是现实生活能够更往前走一步。那单身的水瓶呢，11月是有机会相亲或者是通过介绍等等方式去结识到对象的，是能够接触到多个桃花，或者是结交一些新的人际人脉朋友但是这个时候不太能够确
确定对象，可以和大家先交往，然后随缘不强求，反而会更有利于自己的感情。美容减脂如果想要做调整的话，大方向上上旬是可以的。减脂呢，可以通过这种团课的形式，或者是在线运动等形式，在他人的相伴之下，共同的去瘦下来。要祝所有的水瓶座11月快马加鞭，雷厉风行。太阳和上升天秤座11月也太好了吧！这个月很轻松啊，可以过得很有趣。天秤可能也会有新鲜的尝试和涉猎，有一点点像回到小时候，去完成一些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啊，或者是有孩子般的那种快乐。一些小小的事情，可能跟朋友聊着聊着就咯咯笑得不停，或者是你们也会吵一些很无聊的、很幼稚的一些架，就跟小学生一样。无论你现在是几岁啊，都有种回到小孩的状态。或者呢，你们会跟这种年轻人、小孩子啊比较接近啊，也可能是跟一些很潮啊、很流行、很时髦的、很新颖的一些事物会有缘分去接触到。所以呢，跟新的人际、新的环境、新的地点会有交集，比如说圈子啊、朋友啊、同学的一种切换，结伴的人有变化，还有就是去差旅啦、去上课啦，也可能你会换了某种上班通勤的方式啊，这种都有可能，也可能会去学车啊、买车啊等等。整个月呢，天秤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可愁的，可能天秤也会觉得说啊，我还是有很多的烦恼啊，但是你烦的都是小事情，都不是那种很关键的大事情。这也代表着天秤座11月呢，不论做什么选择都不会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比如说天秤，你想要换工作啦、换对象啊，那你想换就换，不想换就不换啊。他不会说你换了就人生会发生天翻覆地的一个变化，以后就怎么样了啊，这个影响很重大，不会的啊，它是一种很短期的影响，就可以轻松一点去做选择即可。非要说一个11月份天秤要注意的点的话啊，那就是人际关系，因为天秤本身就是风象星座嘛，本来就很在意人际。那11月呢，你们的人际是非常活跃的，频繁的出入到各类的社交场合，就算不是在线下啊，有的天秤它就是在线上很活跃，大家都不用见面的啊，但是聊得热火朝天的。比方说因为工作有很多的应酬啊，或者是有很多对外的联络啊，朋友运、桃花运、社交运都是很旺。那也因为人际运很旺啊，一方面呢，代表有什么事情天秤都能够找到人帮忙，别人都乐意帮你们啊，或者是推个荐你们，或者是有好事情都想着你们，也可能会给到天秤一些正向的引导和指引。那另一方面呢，天秤也可能会发现自己跟有一些人磁场不合，但这些人你又没办法不理会，可能因为你们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团体当中，或者是你接手了他的工作任务，也可能他接手你的，你们的业务课业有交叉，总之就是得有来往，没法避开不见。那这种情况就会让天秤有一点点小烦，你们可能会跟朋友讲类似，就是说这个人好讨厌啊、好贱啊、好烦啊这种话。尤其是下旬啊，因为11月26日水星开始逆行了，水星逆行的影响呢，下旬就会进入，所以呢，对天秤的来说，口舌和人际方面是需要注意的点。可能天秤会卷入到某些争端当中啊，也可能天秤你是看热闹的那一个，就有的天秤会不断的在11月份看到身边的人跟其他人吵架，身边人可能发火，而且是跟不同的人发火，但是整体上面来讲呢，都不算特别严重。除了口舌之外，天秤也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种工作上犯小错啊、破小财啊，外出也要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刚刚说了，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影响。那下旬呢，天秤除了对外的人际的热闹以外，也有机会回家啦，有家庭的聚会活动啊，或者是你会更多的照顾到家里面，不会外面很热闹就不顾家里了，或者说家人可能会照顾你，给你零花财啊，是一种相互的一个温暖，也是很好的。爱情桃花呢，天秤本月脱单几率不高，虽然桃花很旺，但是呢，天秤更多是在观察，通过跟对方的交流沟通去了解彼此是否适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天秤这个时候不缺桃花，你身边会围绕不止一个桃花，所以呢，可能天秤也没太想定下来跟其中某一个正式的去交往，就大家都是朋友，或者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一个状态。有伴侣的天秤11月多少都要应付外面的人啊，你们本月不像是恋人关系，更像是朋友，甚至是合伙合租的这种室友啊，不太可能说你们两个能够天天的腻在一起，可能呢有各种的聚会，或者是一个人要去到这里，那个人要去忙那个啊，要顾到很多其他的一些人事，而且是比较现实当中的一些人事，实际的人事，感情当中也可能有很多外人的一个参与。这不是出轨的意思啊，而是说团体的活动，比如说本来是2个人旅行，或者说2个人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结果孩子啊、父母啊、朋友啊都跟着要一起了，就类似的这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小吵怡情嘛。那美容健康方面呢，天秤11月减脂要靠朋友的监督和鼓励，那下旬要注意反弹啊，有一点点控制力没有上旬那么强，整体还是非常棒的一个月。那就祝所有的天秤座11月轻松自在，笑对人生，小小烦恼一会儿就好，生活各处满是甜味，好运了。我是艾拉凡老师，用星座心理学更好的引导自身生活，拜拜。